欢迎收听我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很多学语言的朋友都挺头疼的问题，就是这个口语啊，要想说得溜，是不是真的非得天天练？我们看了些材料，主要是关于语言学习，特别是怎么维持口语能力的一些专家讨论啊、研究总结之类的。咱们这次的目标就是一起梳理梳理，看看，为啥老有人说必须每天练？要是比如说工作一忙，或者偶尔想偷个懒儿，断个1-2天，影响到底有多大？还有就是练口语是不是就非得大声说出来才算数？这些问题确实特别普遍。要弄明白这个，咱们得先抓住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这个口语能力啊，它很大程度上是靠你语言的，我们可以叫它反应肌肉，或者说反射弧是不是活跃。这个打个比方，就像健身，你的肌肉你得经常刺激它，它才能保持那个力量和反应速度，对吧？语言也是一个道理，关键点呢，其实不一定是你每天非得说上个8小时，而是要让这个语言反应能力它别生锈，每天呢都得有意识的去激活一下它。哦，反应肌肉，这个比喻我明白了，挺形象的。就是说，重点不是时间长短，而是状态，得让它保持一个活跃的状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不用太纠结说我今天是不是必须大声说了半天，关键在于每天接触，让大脑里处理这门语言的那块地方，保持兴奋。至于说不出声的练习有没有用，这个嘛，恰恰可能是很多学得快的人他们悄悄在用的一个窍门，咱们后面可以好好聊聊。好嘞，那咱们就先往深了看看，这种每日接触，它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具体是怎么影响咱们的大脑，还有这个表达能力的？这个就得从咱们大脑怎么学东西说起了。你看啊，大脑它就是靠重复来巩固那个神经连接的。你每天都用这个目标语言，哪怕就是在心里想几句话，或者小声跟着读一读，其实都是在强化处理这门语言的那个神经通路。说白了，这就像是给大脑里的语言线路做那个加固保养，让信号跑得更稳更稳。怪不得呢。有时候一段时间不说，再开口就感觉卡壳儿，就是反应慢了半拍。对，就好像那条小路老不走，真的会长草，是吧？再走就得费点劲儿，那种词儿就在嘴边，就是想不起来的感觉。确实挺让人泄气的。没错，这个比喻特别到位。你中断的时间越长啊，这种掉信息组织化的延迟感就越明显，那个语言反应速度它会掉得很厉害，这就是那个反应肌肉有点萎缩的表现。那除了反应速度，我感觉啊，持续接触对克服那个心理上的障碍也挺管用的。很多人其实不是不会说，就是不敢说。的确是这样，这就是习惯的力量嘛。你把用外语这件事变成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哪怕每天就几分钟，自己跟自己说说话，或者跟着读一读，这样能就是说很明显的降低你对用外语交流的那个陌生感和害怕的感觉。当你慢慢习惯听到自己发出外语声音，适应了这种状态，那种怕犯错、怕被人笑话的焦虑，自然而然就减轻了。明白了。那除了让大脑和心理更适应，口语练习本身是不是还有别的我们可能没太注意到的好处？有一个挺重要的联动效应，就是规律的口语练习啊，它其实也在悄悄地提升你的内在听力，还有那个主动去辨别声音的能力。内在听力，这个怎么讲？就是说，你开口说话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听到自己的声音和表达方式。这个过程它本身就是一种，实时的自我反馈。你会留意到，我这个调儿自然不自然，重音放对了没？
哪些地方听起来好像跟母语者不太一样，这就逼着你去调整。比如说，你本来想说一句话，你脑子里那个预演的声音，通过练习就会越来越像那么回事儿。同时呢，为了说得更好，你自然也会更用心的去听人家母语者是怎么说的，注意那些连读啊、弱读啊这些发音细节。哦，这个内在听力自己调自己的过程有点意思。而且说到巩固知识，我觉得用口语把学到的词儿、句型给用活儿，那感觉可比光背深刻多了。对，就感觉这知识，哎，真的长自己身上了。完全同意。这个就是主动调用知识的力量。你想啊，当你努力在说话的时候，用上一个刚学的词儿或者句型，你其实是在逼着大脑进行更深层次的处理，把这个信息从就是被动的认识转换成主动去使用的能力。这个过程啊，它比简单抄抄写写或者记一记更能帮你形成长期记忆，让知识真正变成你自己的。好，那我们现在大概明白了每天激活的重要性，但这就带出来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观察点，就是我们确实能看到有些人，他们好像不怎么经常做我们一般认为的那种口语练习，比如说找人聊天啊，或者大声读课文。他们可能花很多时间在看书、听东西或者写东西上，但是说起口语来，哎，还是很流利。这好像有点跟必须天天说这个说法不太一样。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你提的这一点非常关键，这恰恰说明练习这个东西，它的本质可能比我们想的要宽泛得多。这些人呢，就算他们嘴上不怎么大声说，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每天都在用某种形式深度的接触和使用这门语言。他们的练习啊，更多是发生在思维层面上的。这种内在的练习，它可能包括，比如说，在心里默默地用目标语言去想问题，或者评论看到的事情，也可能是在脑子里组织挺复杂的句子，进行那种不出声的自言自语，甚至可能在看书、听东西的时候，下意识的就在脑子里模仿、重塑听到的内容。这些活动，你看，它虽然没发出声音来，但同样是在积极的调用大脑的语言处理区域，锻炼那个语言组织能力、反应速度，还有语感。哦，所以说关键不在于嘴动没动，而是那个大脑有没有用这门语言在转。这算是给练习重新下了个定义了哈。哎，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核心观点就是，不一定非得每天说出声，但是呢，为了保持甚至提高口语，让大脑每天都用目标语言进行思考和运作，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得让语言能力一直处在 online 状态。这么说就通了。那基于这种更宽泛的练习定义，不同水平的学习者应该怎么进行这种每日接触或者说思维活动呢？这个就得看个人的水平和目标来调整了，不能一概而论。你看，对初学者来说，他们的语言底子还比较薄，是吧？那发音呢，基本的句子结构啊，这些是重点。所以呢，大声读、重复简单的句子，跟着录音视频模仿，就是所谓的 shadowing。这些初声的练习能帮他们打好基础，培养语感和发音习惯。这个阶段是非常有必要的。声音的反馈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对初学者来说，听到自己的声音很重要。对，然后到了中级学习者呢，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词汇量和语法基础了，目标是想说的更连贯、更准确一些。这时候就可以多加一些主动输出的思维练习，比如说每天抽段时间在心里或者小声地描述一下看到的东西啊，或者说说自己当天干了什么，或者就一些熟悉的话题，比如爱好、工作什么的，在脑子里构思一下怎么回答。哦，就是自己跟自己演练一下。是的，然后对于高级学习者呢，他们的目标通常是追求更流利、更地道、更复杂的表达了。
那他们的思维活动就可以更侧重于逻辑组织和观点表达。比如，看到一个社会新闻，就在脑子里构思自己的论点论据，甚至可以自己跟自己辩论一下，试试用更高级的词儿而句子来表达一些比较微妙的意思。这种分层次的建议，挺有指导性的。关键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现在这个阶段，又能保证大脑每天都在用这门语言干活的方法。没错。好，那我们弄清楚了每天接触的重要性，也把练习的概念给拓宽了。但跟着就来了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感觉自己明明练的也不少啊，甚至天天找机会说，但进步就是很慢，说出来的话还是磕磕绊绊的，或者听着特别不自然，就感觉这个投入和产出它不成正比。这个问题太普遍了，而且确实挺让人灰心的。原因呢，往往不是单一的，但有几个常见的坑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一呢，就是缺乏明确的有针对性的目标。很多人口中的练习就是随便找个人聊聊天，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虽然嘴巴是在动，但可能就是说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重复用那些自己早就滚瓜烂熟的简单表达，没有围绕着特定的新词儿、新句型、语法点或者某个功能，比如说怎么道歉呢、提建议啊、反驳呀，进行刻意的练习。这样说的量可能不少，但对能力提升来说，那个有效剂量其实很低。这个有效剂量的比喻好，瞎练确实不行。第二点，也是非常要命的一点，就是极度缺乏有效的反馈。如果一个人老是犯同样的错误，不管是发音、语法还是词语搭配，但他自己意识不到，也没有人能及时给他指出来，那这些错误啊，就很容易固化，变成所谓的化石。化石化现象。对，这种情况下，你可能说的越多，那个错误的习惯反而扎根越深。这点确实让人害怕，自己改真的太难了。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问题，还以为自己说的挺好呢。是的，所以主动去找反馈，这个太重要了。第三个常见的问题呢，就是语调节奏不自然。有些人练习的时候啊，本质上他是在读脑子里翻译好的中文句子，或者呢，就是只在乎语法对不对，完全不管语言那个自然的韵律啊、节奏啊、语调高低起伏啊这些。他不去模仿母语者怎么说话，也不录下自己的声音听听效果。结果就是说出来的话，就算句子结构没毛病，听起来也特别生硬，像机械儿，没有那个生命力。就是听着翻译腔很重。对，最后一点呢，又绕回到我们最开始讨论的了，就是练习的这个持续性问题。3天打鱼2天晒网，这个是常态。可能这礼拜热情高涨，天天练，下礼拜一忙或者没心情了，就彻底停了。这种断断续续的刺激啊，大脑很难形成那个稳固的神经连接，那个语言的反应肌肉刚练出点感觉，又松弛了。明白了，这些误区确实挺有帮助的。那针对这些问题，有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呢？咱们可以针对性的来看啊，对抗没目标呢，就得学会设定具体能看到效果的小目标，别光说我要多说，得具体点。比如说，今天我要用5个刚学的关于天气的词儿，说说今天的天气。或者这周我要练习用3种不同的方式提建议，然后录下来自己听听。目标越小越具体，就越容易做，也越容易看到自己是不是进步了。小步快跑。对抗没反馈呢，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录音自查，勇敢的把自己说的录下来，然后呢，就像听别人的录音一样去仔细听。你会惊讶地发现，好多自己平时根本没注意到的发音啊、语法啊、流利度方面的问题。当然了，这可能需要点用气，但效果绝对好。录音这个主意确实不错，
虽然听自己声音可能会有点小尴尬，但绝对是发现问题的神器。那除了自己听，还有别的方法能得到反馈吗？当然有了，找反馈伙伴是更理想的办法，可以是语言交换的 partner 或者负责任的老师，甚至现在不是有很多 AI 口语陪练的 app 吗？也可以用起来。关键就是要得到别人的看法，告诉你哪儿能改进，别怕暴露问题，反馈是进步的梯子嘛。对，要拥抱反馈。然后对抗语调生硬，就得多做模仿练习，特别是那个影子跟读 shadowing， 别光看文字，要多听，多模仿母语者那个声音，注意他们的节奏、停顿、语调变化，把自己模仿的录下来，跟原声对比，反复调整。最后，对抗练习中断，核心就是强调规律性比时长更重要。记住，每天坚持15分钟高质量的练习，效果绝对比周末心血来潮练2小时要好得多。把练习弄得像刷牙一样，变成每天的习惯，哪怕时间很短。理论和误区都清楚了，解决办法听起来也挺靠谱的。那么，为了让大家听完就马上行动起来，针对不同水平的学习者，有没有什么操作性特别强，每天有个10分钟、20分钟就能搞定的高效练习法，给我们推荐推荐？当然，咱们来点具体的每日参建议哈。对于初学者，每天大概10到15分钟就够，影子跟读 shadowing， 找一段1-2分钟就行，语速别太快，发音清楚的音频或者视频，比如教材对话，别看稿子，就跟着录音，像个影子一样，尽量模仿说话人的语速、节奏、语调和停顿。重点是模仿那个声音的感觉，不一定非得完全听懂内容。每天坚持跟几遍。大声朗读，选课文里的对话、简版小故事或者例句，放慢点速度，注意把每个字音都发清楚，大声读出来，可以录下来自己听听。影子跟读这个听起来是个纯粹模仿声音的练习，挺有意思，感觉能绕开不少对语法的焦虑。是的，它能很好的帮你培养自然的语感和节奏感。然后对于中级学习者，每天15到20分钟，主题口述练习，选一个你比较熟的话题，比如说说你的一个爱好，描述一下你昨天干了啥，你最喜欢的电影或者书，定个2-3分钟的闹钟，试着不停顿的就这个话题说，重点是练习怎么组织想法，让话说的连贯，可以录下来回头听听，看看哪些地方能说得更顺畅，或者用词能更丰富点。再就是对于高级学习者，每天20到30分钟，观点阐述与录音分析，找一个稍微复杂点的话题，比如最近的新闻啊，某个社会现象啊，先想好你的观点，然后用3-5分钟把它说清楚，讲讲理由和论据，录下来之后仔细分析，我这个逻辑顺不顺，论证有没有力，用词和句式地不到，有没有更高级的说法，模拟讨论辩论，针对某个有争议的话题，试着在脑子里扮演不同的角色，或者站在不同的立场去说。比如说，先站在支持的角度说几分钟，再换到反对的角度说几分钟，这个能锻炼思维的灵活性和语言的组织能力。这些方法都非常具体了，那有没有一种方法是贯穿始终，哪个水平都适用的？有一个很经典而且可以让你不断进步的方法，我管它叫写、读、录、听、改循环。写 write， 先就一个小主题，比如我的周末计划，写一小段话，几句到1段都行。读 read， 把写好的东西大声的、清楚的读出来。录 record， 把你读的过程录下来。听 listen， 仔细听自己的录音，找找哪些地方能改进，比如发音啊、流利度啊、语法错误啊，或者表达是不是够自然等等。改 revise，
根据听到的问题修改你原来写的东西，或者标记出来，下次练习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循环看着简单，但它把输入、输出、反馈、修正这几个环节都包括了，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自我提升的小闭环，适合所有想系统进步的学习者。这个5步循环法听起来像是一个自己就能跑起来的小引擎，能一直推着往前走。确实是这样，所以不管你选哪种方法，记住几个核心原则：短时高频，贵在坚持。每天15分钟真的比周末补几个小时强。不求完美，但求持续。允许自己犯错，重要的是让语言流动起来，保持接住，别因为怕说错就封口不练了。关注小进步，心态上就是今天比昨天多说了一个词儿，或者这句话说的比昨天顺一点，这就很好。积累这种微小的成功感。那能不能再来几个就是那种打开就能练的超级迷你的练习点子，适合那种时间特别紧或者刚开始想培养习惯的人？当然可以，试试这几个，很简单的，3分钟碎片化跟读，手机里可以存几段几十秒的那种母语者 audio file， 等车啊休息的时候啊，拿出来跟着模仿3分钟，就模仿那个声音的韵律和感觉。每日3句打卡，每天强制自己就随便想到什么话题，今天吃了啥，天气怎么样，现在心情如何，用目标语言说出3句完整的话，可以对着镜子说，或者录在手机备忘录里。快速角色扮演，看到一段简单的2人对话，比如书上或者 App 里的，快速在心里或者小声的自己演2个角色，把对话过一遍，这个能练反应速度。好了，关于怎么维持和提高口语技能，咱们今天聊了不少角度了。总结一下呢，就是每天激活你的语言思维和反应能力，这个确实是必要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你每天都得花很长时间搞强度很大的对话，关键在于那个持续接触，保持反应肌肉的活跃度，形式可以非常灵活。要想真正有效的进步，记住3个关键支柱：规律性，保证每天都接触，哪怕时间短；思维参与，主动用目标语言去想，去组织表达，还要获取反馈，通过录音、找人或者用工具，知道自己哪儿不行，然后去改进。非常感谢这些深刻的见解和特别实用的方法。希望咱们这次聊的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启发，还有行动的动力。请相信，即使每天只投入那么10分钟、20分钟，只要方向对、方法得当，而且能坚持下去，1-2个月之后，你肯定会感受到自己口语反应能力的提升。那种想表达的时候，话能更自然地流出来的感觉，就是坚持下来的最好回报，是吧？对，这也正是咱们这次探讨想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帮你找到一条适合你自己的、能够持续下去的口语精进之路。最后呢，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想一想。听完咱们今天的讨论，从明天开始，你能为自己设定并且坚持下来的第一个，哪怕是特别微小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语言反应肌肉活跃的日常小习惯，它会是什么呢？